來這才是座山客老師引我来此的真正意图。10大蜂王5大巨头可都在找他。我要和你聊聊，何必一来就厮殺呢？你竟敢认同我！ 吞噬星空201集，罗峰被关入冰域，竟让整个冰域陷入疯狂。10大蜂王5大巨头都在找罗峰。罗峰进入冰域星，成功獲得一塊9節密點金屬板。不過在逃跑過程中，被冰域星的宇宙尊者抓住，關進冰域中。羅峰的地球人本尊被2位宇宙尊者抓獲，他身上攜帶的羽翼、布道圖和塔珠雖屬珍貴寶物，但並非無法捨棄。羅峰心中有所依仗，若真到生死關頭，他可以請求老師混沌城主現身相救。不過這是他最不願動用的最後手段。羅峰更希望憑借自身力量度過難關。在紫兜寇尊者居住的寒冰宮殿裡，2位尊者一邊行走一邊交談。青兜寇尊者坦言，自己一度想直接擊殺這個人類，但紫兜寇尊者立刻制止了他，提醒他不可得罪座山客。座山客是宇宙中最頂尖的存在之一，性情難以捉摸，連各大勢力都不願招惹。他們2位尊者雖然實力不俗，但也不敢違逆座山客的吩咐。原來這一切都是座山客事先的安排。他很久以前就將一塊黑色金屬板放置在冰域星帶，並命令2位尊者，如果有血肉類生命前來竊取此物，只能將其被抓獲，不得殺害，且必須關入冰域中。之前前來盜取金屬板的魔殺族分身屬於能量生命，因此被青兜寇尊者直接消滅。然而幕後主使竟是人類羅峰，這便觸發了座山客設下的條件。2位尊者推測，座山客此舉意在磨礪和培養弟子。他們覺得這位最強者的方式極為嚴酷，因為冰域中關押着漫長歲月積累下來的各族強者，環境殘酷，充滿廝殺。但既然這是座山客的意思，他們只需照辦，無論那人類最終是生是死，責任都不在他們身上。青兜寇尊者好奇同伴是如何發現羅峰的。紫兜寇尊者透露，自己在黑色金屬板上留下了一道隱秘的印記，因此能感知其位置。當發現金屬板長時間靜止不動，而青兜寇卻在不斷移動時，他便瞬移前往查看，暗中目睹了羅峰收取金屬板的過程，並一路追蹤，最終確認了羅峰是主使者。青兜寇尊者聽後不禁為羅峰感到一絲惋惜，如果不是留下印記，羅峰已成功得手。隨後，羅峰被3位強者押送至冰域，那是一座巍峨的冰柱，散發着強大的鎮壓氣息。冰域中關押的最低也是蜂王級不朽，經過無數年的相互廝殺與囚禁，其中已成為黑暗瘋狂之地。他們甚至建議羅峰若感到恐懼，不如盡早自我了斷。但羅峰表現得很平靜，他心中清楚自己的元核已由金角巨獸分身帶着安全之處，隨時可以通過神國傳送離開。他視此次冰域之行為一場磨練，除非真正陷入絕境，否則他絕不打算求助混沌城主。在接過標誌身份的號牌後，羅峰被推向冰域。羅峰被吸入冰域後，立刻感受到無處不在的沉重壓力，仿佛被巨山壓頂。他展開背後的羽翼，才勉強穩住身形。這裡是一片廣袤無邊的冰雪世界，空中充斥着無數看不見的鋒銳力量，無論是神國傳送還是瞬移逃離此地，都完全無法實現。不過令他略感安心的是，虛擬宇宙網絡在這裡依然可以連接，這讓他保持了與外界信息的溝通。羅峰降落到雪地上，開始以一部上千公里的速度探索這片冰域。他清楚，青兜寇尊者將他關在這裡，絕不僅僅是囚禁那麼簡單，必定另有目的。沒過多久，他的蹤跡就被冰域中的其他存在發現了。一個渾身覆蓋黑色鱗甲、形似巨獸、長着鋸子般長尾的生物盯上了他，這正是宇宙中極為罕見的族群噬魂獸。雙方剛一照面，噬魂獸便發動了迅猛的攻擊。噬魂獸速度極快，並且能夠施展瞬移。他第一次襲擊從羅峰身後突然出現，狠狠咬在羅峰的羽翼上，卻未能造成絲毫損傷。羅峰隨即進行反擊，用6顆黑色星辰將其身體砸得粉碎。然而破碎的身體並未凝聚，而是直接消失了。羅峰立即明白，這並非是魂獸的本尊。羅峰保持着警惕，繼續向這片冰雪世界的深處探索。那個謹慎的噬魂獸本尊在試探幾次後，並沒有出現，顯然是覺得羅峰實力不明，不願冒險，讓其他被關押者先去消耗羅峰。羅峰依舊在雪地中前行，直到他遙遙看見一座冰山頂部站立着一個高大的身影，那是一名卡圖族的強者。對方也發現了他，並毫不猶豫地化作流光，帶着衝天的殺意直撲而來。戰鬥一觸即發，卡圖族強者一上來就施展了空間封鎖，並直接燃燒了自己的不朽神體，這讓羅峰大為驚訝。羅峰憑借羽翼的速度優勢，輕鬆閃避着攻擊。他試圖與對方交流，詢問為何如此不惜代價，但卡圖族強者只是瘋狂進攻，並呼喊着希望進行一場正面決戰，哪怕戰死。羅峰自然不會如他所願，繼續利用靈活身法周旋。忽然間，卡圖族強者停止了追擊，懸停在半空中，發出了響徹天地的狂笑。更讓羅峰心驚的是，他依然在持續燃燒神體，絲毫沒有停止的意思。在笑聲中，這位強者道出了自己的絕望。他在這冰域中看不到任何脫身的希望，與族群和親人徹底斷絕了聯繫。在漫長到難以計數的歲月裡，只能與其他囚犯彼此廝殺，爭奪那渺茫的一線生機。這種永恆的孤獨、無盡的鬥爭，終於壓垮了他。他選擇了自爆了神體。卡圖族沒有虛擬宇宙這樣的聯絡手段，被遺忘在這裡，等待他的只有瘋狂或滅亡。這件事讓羅峰迫切想弄清楚，這個地方究竟隱藏着怎樣的真相。
在飛越了無盡的雪原和冰山後，他看到了一塊巍峨透明的巨大冰碑。這塊巨大的冰碑揭示了冰域最根本的生存法則，上面說明此處目前囚禁着12000名不朽強者，每個人都持有一塊號牌，唯一的生路是收集滿1萬塊號牌。當有人達成這個條件時，他將被釋放，而冰域中其餘所有囚犯則會被管理者全部處死。這一過程被稱為大屠戮。碑文還提到，在漫長的過去，曾有一位人類以這種方式成功離開，這意味着12000人中最終只能活下一個。此刻羅峰隱約感到，座山克老師將他送入此地，或許正是為了讓他在這個殘酷的決鬥場中親身領悟宇宙最赤裸的生存法則。這時羅峰遭遇了新的襲擊，襲擊者是一個潛伏已久的透明生命體。他原本十分謹慎，但發現羅峰是人類身份後，便按捺不住出手了。因為在冰域囚徒眼中，人類很可能擁有連接虛擬宇宙的設備及不記名賬號感应器。对於在永恆孤寂中煎熬的囚犯而言，能借此感受外界、排解孤獨，是極具誘惑的珍寶。羅峰動用星辰圖，並用羽翼切斷了他的一條手臂。重傷後，透明生命體失去了反抗之力。他表示自己並不畏懼死亡，必要時也會自爆。羅峰提出，如果他如實回答問題，可以饒他一命。當被問及為何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仍要襲擊時，他的回答揭示了冰域中更深層的心理狀態。漫長而無望的囚禁讓許多強者早已失去了謹慎，有時廝殺並非純粹為了勝利，失敗或許也被視為一種解脫。像他這樣僅有封王巔峰實力的，在冰域中只是底層，集齊1萬號牌幾乎無望。他襲擊羅峰，正是為了那可能存在的虛擬宇宙連接設備。他渴望能借此讓自己的意識短暫脫離這座牢籠，去感受外面世界的存在。這個答案讓羅峰深受觸動。羅峰完全理解他對虛擬宇宙的渴望，但他堅決否認自己擁有連接設備，因為一旦消息洩露，他將成為整個冰域囚徒不惜一切代價圍攻的目標，這風險他絕不能承擔。通過詢問，羅峰了解到冰域中囚徒們只能相信集齊1萬號牌便能離開的規則。在無盡絕望的壓迫下，這裡充斥着比外界更瘋狂的殺戮，同歸於盡也屢見不鮮。目前幸存的強者約有860位，實力分化嚴重，約800個封王高等與巔峰是底層，50個封王極限，10個接近封王无敵，以及5位真正的封王無敵巨頭。羅峰記下了相關信息，放走了對方。此時，一位強者循着羅峰早前留下的腳印追蹤而至，他身軀火紅，布滿骨刺，戴着猩紅面具，所過之處雪地化為沸騰湖泊。他發現了陌生腳印，狂笑着追至冰海之濱。羅峰衝天而起，懸浮空中與來者對峙。他立刻認出，這正是排名第11位、位列10大封王的白骨王。戰鬥瞬間爆發，白骨王煞氣彌漫，對羅峰不逃走的姿態感到滿意。他率先封鎖空間，防止瞬移逃脫。隨即，他化作一道模糊流光，以驚人的速度襲向半空中的羅峰。羅峰憑借是無羽翼的靈活閃避，同時掷出8顆黑球，催動星辰圖，凝聚出獸神幻影迎敵。白骨王一爪落空，轉身狂笑着與獸神正面硬漢，一次對撞，衝擊波撕裂了雪地與冰面，雙方都被震退。白骨王由此承認了羅峰的資格，他爆發出更可怕的氣息，進入真正的戰鬥形態，全身骨刺收縮，身體拔高，並轉為白金般的銀白色，體表覆蓋着扭曲骨甲，威勢大增。羅峰全力催動意志，獸神幻影變得更加凝實，咆哮着再次殺下。白骨王自信地以雙爪迎擊，他仅有的重宝雙重宝爪套，在他無盡歲月的瘋狂鑽研下，威力被發揮到極致。爪影化作幻影，與獸神激烈對攻，最終竟霸道地撕裂了獸神的尾巴，將8顆黑球崩飛。羅峰震驚於白骨王的戰力，見勢不妙，羅峰毫不猶豫，雙翼一震，以鬼魅般的急速遠遠遁走，並留下再戰之言。白骨王停下追擊，憤怒咆哮，卻也瞬間評估出羅峰的特點：攻擊力在封王中算強，但那瞬間爆發的移動速度堪稱冰域第一，其威脅已不亞於10大封王。他反而感到興奮，漫長的囚禁生涯需要這樣的變數。羅峰原本以為冰域囚徒因與世隔絕，重寶稀少，實力可能不如外界同層次強者，但他錯了。白骨王僅憑一件重寶爪套，通過漫長歲月在極致壓力下的瘋狂鑽研，將之威力發掘到近乎完美的地步。羅峰的意識連接虛擬宇宙，在其中反覆試驗和創造念力兵器控制秘法，為星辰圖量身打造全新的戰鬥絕學。在羅峰沉浸於虛擬宇宙中，關於他的種種傳聞正在這座封閉的冰域世界悄然散播開來。5大巨頭之一，負責編撰排名的天狼，將這位新晉人類強者列入了冰域排行榜，高居第18位。囚徒們開始依據邏輯推測，作為冰域中唯一的人類，羅峰自身必然能連接虛擬宇宙，身邊必定攜帶公奴僕使用的不記名虛擬宇宙感應器。這個推論讓冰域中所有在永恆孤寂中煎熬的強者們怦然心動。少數頂尖強者開始暗中搜尋他的蹤跡，可無論他們如何以神力掃描，都一無所獲。羅峰擁有頂級微型探測儀，完美的隱匿了他的所有氣息。最終，連5大巨頭之一、排名第2的特殊生命陰謀也被驚動了。為了得到那可能存在的連接虛擬宇宙的設備，他離開了自己盤踞的北方冰域宮殿，親自公開搜尋羅峰。但令所有囚徒驚愕的是，即便是這位威名赫赫的巨頭，一時間竟也無法找到人類的藏身之處。